迭代如走马灯的内娱，王一博是个艺术。他是顶流中的修行者，出道多年，历经浮华，眼底依旧藏着少年的澄澈与倔强，这早已是刻在他身上的专属标签。身为公认的10项全能艺人，凭借过硬实力，成为幕墙批心中的天花板，更凭着近乎神隐的营业节奏，创造了娱乐圈的奇迹。极少刻意营业，却始终稳坐头部顶流宝座，堪称闪现是顶流的最佳范本，人气旺盛到离谱。他从不安于艺人的单一赛道，反倒沉醉于户外与极限运动，让粉丝们时常隔空喊话哥，还记得回来营业吃饭吗？超强天赋打底，极致努力加持，硬生生拼成了内娱独一份的怪物咖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解锁这位跨界王者王一博的成长与蜕变。一个人养活一整栋楼，这话放在王一博身上从不是夸张。在月华期间，他几乎承包了公司的核心营业额，说是公司的摇钱树都不足以形容其重要性。若说王一博离开月华是于是扶贫，月华失去王一博便是雄鹰折翼，堪称天塌级打击。且不说月华的行业地位大半靠他撑起来，就连公司成功上市的关键筹码也全压在王一博身上。2024年，他更是创下了艺人集千军万马的战绩，个人收益占比高达公司总营收的60%。可令人费解的是，月华非但没有把这位财神爷捧在手心，反倒频频上演骚操作，硬生生自断财路，把人逼到了不续约的地步。王一博决定不再续约的消息一度震动整个娱乐圈，但回溯他与月华11年的榜，令岁月双方的矛盾早已埋下伏笔，只是在流量暴涨后逐渐激化。时间拉回2011年，彼时的王一博与月华还是彼此成就的共生体。签约后，他顺利拿到了 YG 娱乐的练习生名额，而熟悉韩娱的人都知道，韩国娱乐公司的练习生制度堪称地狱模式， YG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以严苛考核和高强度训练闻名。能从这里毕业的练习生亦不是实力过硬的狠角色。YG 的考核涵盖17个项目，唱歌跳舞只是基础门槛。在公司的标准里，合格的练习生既要能唱跳俱佳，还要兼具创作编舞能力，颜值出众不过是入门的第一关。骨子里带着不服输韧劲的王一博，作为异国练习生，天要在这片卷王聚集地闯出一片天。他凭着极致的自律和拼劲，不仅顺利通过所有考核，更一路领跑，拿下了门奥加的顶尖成绩，活脱脱是爽文男主照进现实。凭借过于出挑的表现，他很快获得出道机会。2014年以 UNIQ 组合05身份出道，同时兼顾门面与 rap 担当，舞蹈实力更是队内顶尖，几乎没有他驾驭不了的舞种。彼时的月华尚能为他提供基础培训与出道平台，王一博则靠自身自律不断精进能力，双方合作默契，氛围其乐融融。2016年，乐华为他争取到了天天向上、创造101等重磅综艺资源，这成为他事业的又一转折点。初登天天向上舞台时，王一博还是主持界的纯新人，对控场计划一窍不通，初期饱受质疑，存在感低到近乎透明，但他从不会被困境打倒，默默扎根学习主持技巧，一点点追赶前辈的步伐，最终在舞台上站稳了脚跟，形成了独有的沉稳又不失灵动的主持风格。而创造101的舞蹈导师身份对他而言更是如鱼得水，仅凭扎实的功底和专业的指导，便轻松圈粉无数，坐稳了导师席位一阶段。王一博与月华仍处于公司搭台，一人唱戏的良性循环，彼此成就，互不亏欠。转折发生在2019年，这一年陈情令横空出世，王一博饰演的蓝忘机一绝灵气逼人，一夜之间火遍全网，他也顺势跻身顶流行列，成为内娱现象级艺人蓝忘机，至今仍是观众津津乐道的经典角色。走红之后，王一博彻底成为月华的顶梁柱，个人收益撑起了公司的半壁江山乃至更多，可他能拿到的分成却仅有5成股份，国外分红更是无从谈起。这份回报与他的贡献相比，悬殊到令人咋舌，他也因此沦为内娱人尽皆知的高级打工仔，被粉丝调侃为大冤种。实在贴切更过分的是，月华彻底把王一博当成了资源奶妈，开始无底线消耗他的人气。不管是他的个人舞台综艺镜头还是影视作品，公司都强行塞进新人刷脸，企图借着他的热度复制出王一博 2.0。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，他的个人单曲打歌舞台竟被公司改成双人形式，还以不答应就取消舞台相威胁，逼迫他妥协。除此之外，公司还频繁占用他的商务资源，为新人铺路。粉丝们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，纷纷控诉月华的不公，双方矛盾彻底摆上台面，再也无法掩饰月华的离谱操作。远不止于此，跨年演唱会上，王一博使用的VR存在安全隐患，公司却视而不见。
全然不顾艺人的人身安全。他参与的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获奖后，公司也毫无宣传动作，任由这份荣誉被埋没。一系列操作下来，月华的短视与不负责任暴露无遗。王一博并非没有情绪，是受制于合约，只能用沉默的方式反抗删掉出道时与公司的合照，在新项目中刻意降低月华的存在感，悄悄筹备个人工作室，每一个动作都在释放着想要独立的信号。2022年成为王一博与月华极限拉扯的一年，月华深知留不住这位核心艺人，却又不敢轻易放手。尤其当时公司正筹备上市，没了王一博的加持，上市计划必然泡汤。恰逢此时双方合约到期，月华只能不情不愿地做出让步，通过让渡部分权利，提升王一博话语权的方式，促成了4年续约，将合约延长至2026年。网传此次续约还附加了年营收5亿保底、竞业禁止及对赌限制等条款，可见月华想通过合约将王一博深度绑定在公司体系内。只是这份续约并未化解矛盾，反而给王一博带来了更多束缚与麻烦。即便获得了短期话语权，长期来看依旧缺乏自主权，双方的裂痕持续扩大。2023年至2025年便是王一博与月华和平分手的前奏。这2年间，王一博的个人工作室注册了独立文化公司，还直接与 CAA、博纳等业内顶尖机构建立合作，业务版图拓展至影视、商务、时尚等多个领域。月华在他事业中的存在感越来越低，逐渐被边缘化。2025年，月华发布的财务报告中，王一博不再为公司贡献核心收益，他的社交账号也悄悄取消了对老东家的关注，双方仅维持着表面的和平关系，彻底进入寒流期。2025年3月，关于王一博解约的传言开始发酵，月华紧急出面辟谣，但对于合约到期后是否续约的问题，却始终态度暧昧，含糊其辞。或许是想通了，强留无用，后续月华不再强迫王一博接拍公司安排的作品，渐渐接受了即将分手的现实。同年12月初，王一博终于结束了与月华长达10年的合约。此次解约的核心诉求便是夺回完全的个人自主权，双方没有撕破脸互相指责，而是以好聚好散的方式体面告别。这位内娱打工皇帝终于重获自由身。1997年，王一博出生于河南洛阳，从小便对舞蹈有着近乎执拗的热爱。在他软磨硬泡的坚持下，妈妈破例为他报了舞蹈补习班，而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从此再也藏不住。仅仅练习不到1年，他就敢站上全国 IBD 街舞大赛的舞台，成功闯入 Hip-Hop 组16强，还凭借亮眼表现获得了韩国 SM 公司的面试机会。不过最终他被月华抢先签下，踏上了前往韩国的练习生之路，也开启了自己的逐梦之旅。2020年，王一博加盟者就是街舞，在舞台上凭借炸裂的舞技和专业的态度，再次点燃全网热情，让观众看到了他在舞蹈领域的深厚积淀。而在与老东家陷入拉扯的那些年，他也悄悄将事业重心转向演员赛道，用作品打破流量爱豆的标签，并与《火追风者》等剧集播出后均收获业内与观众的一致好评，其中《追风者》更是成功入围白玉兰奖，证明了他的演技实力。2023年上映的电影《无名》仅用5天票房就突破1亿大关，即便口碑褒贬不一，但亮眼的数据足以说明他的票房号召力。他也凭借该片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，后续主演的热烈让他再度斩获男主角提名。长空之王的票房成绩同样一路飘红，不断刷新纪录。一步步走来，王一博用作品证明自己，正在稳步从流量爱豆转型为有实力有口碑的实力派演员。而王一博的野心从不止于演艺圈，在影视舞台领域发光发热的同时，他还在赛车领域闯出了一片天。2019年，他正式签约雅马哈车队，开启职业赛车手生涯，同年便拿下新秀组冠军。2025年上海站比赛中，他再度卫冕冠军，用实力证明自己并非玩票，而是真正的专业赛车手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极限运动爱好者，悬崖露营、雪山探险、沙漠穿越、雨林探索，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都不在话下，彻底撕掉了偶像的固有标签，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。这份不务正业的洒脱，反而让他更具魅力。即便常年神隐于各种户外活动，甚少营业，王一博的商业与时尚资源依旧稳居内娱顶级，偶尔现身时装周也能轻松引爆话题。香奈儿、迪奥等顶奢品牌争相邀请他担任主流代言人，时尚表现力拉满，稳稳坐实了内娱全能王者的称号。他也是内娱唯一一个不热衷营业，能始终维持顶流热度的艺人。这份底气源于他无可替代的实力与魅力。纵观王一博的职业生涯，伴随荣誉与光环的还有源源不断的嘲讽与质疑，学历低没文化的抨击如影随形，各种空穴来风的绯闻也从未间断。但王一博始终行得正坐得端，
对于这些流言蜚语，从不辩解，只用实际行动回应一切。从舞台聚光灯下青涩却执着的舞者，到镜头前极具张力、演技日渐精湛的演员，再到赛道上逆风驰骋、挥洒热血的赛车手，他从未被单一标签定义，只以极致的热爱为笔，在时光里镌刻属于自己的独特轨迹。他用沉默的坚持打破偏见，用专业的态度回应质疑，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成长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，而是把每一份热爱都做到极致，把每一次挑战都变成蜕变的契机。那些不被理解的孤勇，那些日复一日的沉淀，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最好的模样。从来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而是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生根不辍，活成自己最想要的模样。褪去顶流的光环，王一博只是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追光者，一个在多元领域不断突破的实践者。他用半生时光诠释着人生从没有固定的剧本，所谓优秀，不过是把每一份热爱都熬成信仰，把每一次坚持都化作勋章。